不许动！只有坚持住的，才有资格伺候我儿子。大娘子，少夫人明日就要进门了，您今日为少爷选通房，会不会？我就是要给他一个下马威。我儿子可是秀才，他一个小门小户的商贩，嫁进来那是高攀了。若不是公蝶生前和他们家定了亲，我才看不上。姑娘，这赵家虽是世交，但今日这迎亲的排场……嘘，少说话，进了门要守规矩。咱们是来给姑娘扎场子的，不能丢了沈家的脸面。婆母，您这是……我若不来，还不知道你们沈家存了这样的心思。瞧瞧你带的这两个丫头，缩头缩脑，干脖无肉，这就是你们沈家送来伺候我儿的通房？老夫人，婆母，按礼俗，这两个丫头是娘家精挑细选送来的，本意是添个彩头，帮衬着打理屋子。彩头？我看是眉头，生的这副寒碜模样，哪点比当上知书达理的姑娘？说出去都嫌丢我赵家的脸。婆母，这事并未听您提及商量过，若您确实嫌不够貌美，等礼毕，枕雪自不必了。我已为我儿相好了我的亲侄女，知根知底。今日她就要跟你一起进门，就在今日抬进来做妾室。婆母，今日是我与一心的大婚之日，您就要抬妾进门？怎么，你才刚拜了堂，就想在这赵家当家做主了？我的话就是这府里的规矩，我那侄女今日进门，你应也得应，不应也得应。这不合常理，更不合礼数。礼数？沈家难道没教过你什么叫出嫁从夫，夫死从子？老娘现在告诉你，你要是容不下人，我现在就让我儿休了你。婆母，您说休妻？善妒无子，这两条里随便挑一条，都够让你滚回沈家去。你若是不答应纳妾，这门亲事就不算数。现在就去收拾东西走人，我们赵家另娶贤妇，绝不要你这种入门就想绝了赵家后路的女人。婆母，两家3代世交，我大祖父那辈起便与赵家往来，您当真要在今日把两家的脸面全撕配了吗？哼，少拿他们压我。世交怎么了？世交才显出你们沈家没教养。亲家母，这是怎么了？隔着老远就听见这屋里动静不对，是不是枕雪这孩子刚进门，哪里礼数没周全，惹您不痛快了？哼，你们沈家就只带2个丫鬟进门，怎么看不起我儿？觉得我们赵家不配有人伺候？亲家母，您误会了，通房也好，纳妾也罢，这都是内宅能商量的事。商量？有什么好商量的？您听我说，按咱们这儿的规矩，得正妻过了门，执了家法，等日子安稳了，由正妻亲自相赶点了头，才能办这个事儿。咱们枕雪这还没掀盖头，没喝交杯酒，此时谈这些，怕是传出去让客人们笑话。不用讲这些没有的，我侄女婉娘今日就要进门，日后枕雪做大，她做小，大家在一个锅里吃饭，看在往日情分上，亏不了你们沈家。亲家母，枕雪今日刚进门，实在是不妥。少拿这2个丫鬟糊弄我，这种从外头买回来的不知底细的女人，能跟我那知根知底的娘家侄女比？不知底细的丫鬟，婆母，他们是我沈家精挑细选的人，您辱他们，就是在辱沈家。我就辱了，你待如何？还敢顶撞长辈？沈枕雪，我看你是欠调教。赵兄，你们家这是唱的哪一出？我女儿今日进门，你们竟要这般折辱她！沈兄，莫要动气，不过是内宅里的婆媳拌嘴，这都是内宅的小事，交给内人处理便是了。小事？拜堂当天抬妾进门是小事？沈兄，都是为了两家好。枕雪刚嫁门不懂事，我内人这也是在教她规矩。你我兄弟一场，别为了这些琐碎毁了酒兴。一谦啊，来得正好，看看你媳妇儿，还没进门呢，就会顶嘴了。一谦，你说句话呀！枕雪，我娘也是为了赵家好。为了赵家好，所以就要在今日折损我的颜面。你就先应了吧，外边宾客都在等着敬酒呢。咱们要是这么僵着，回头让客人们看了笑话，我这秀才的体面往哪儿搁？笑话？赵一谦，你已经亲手让我成了全城最大的笑话，现在你竟然还在跟我谈什么看笑话？
容我劝劝甄雪。甄雪，娘知道你心里苦，娘知道委屈你了。娘，你没听见他刚才说的那些话吗？他这是把咱们沈家的脸面踩在泥里剁。甄雪，沈赵两家3代世交，当年祖父和赵家老太爷那是过命的交情，酒桌上定下的娃娃亲。可你看看现在，他们赵家有一个人把咱们放在眼里了吗？可你今日若是不嫁，你让这一城的百姓怎么看你？往后你还怎么做人？怎么做人？难道跪在赵家当个摆设就是做人了吗？祖父3年前过世时，拉着你的手千叮咛万嘱咐，这是他的遗愿。咱们这儿的规矩你不是不知道，长辈定下的婚约毁了就是违背祖宗，是要被戳一辈子脊梁骨的。娘，赵家讲过半点规矩吗？祖父才走3年，他们提亲时是怎么推3阻4的？沈老爷，实在不巧，义县一心苦读，眼下实在无暇议亲，婚事还请再延后些时日。去年他们松口送聘礼，这便是赵家准备的聘礼。正是。好一个赵家！这般排场，竟连寻常农户娶妻都不如。娘，那是娶正妻吗？那是连寻常农户娶亲都比不上的寒酸。我们不是都已经咬牙认了吗？就当是为了全了你祖父的一片心。咱们忍了聘礼，认了寒酸，只求这一份安稳。可如今呢？我还没进门，婆母就堵着门要我应下纳妾，赵一枪还让我不要闹笑话。甄雪，忍过这一时，等以后还有我的活路。甄雪，你若今日执意不应，那便是不孝。你要让你祖父在底下都不得安宁吗？娘，我不是不顾，是他们欺人太甚。甄雪，听娘一句话，那婉娘说到底是你伯伯远房侄女，也算是个正经亲戚，你就大度些，当是多了个妹妹留在府里伺候，平日里你多照应着她些，这事儿不就过去了吗？照应？她还没进门，我就得开始照应她了。你管了3年不装，什么世面没见过，忍字头上一把刀啊！至于往后，你只要在这府里站稳脚跟，早点生下嫡长子，到时候母凭子贵，谁还敢轻看你半分？好孩子，娘就知道你懂事，快跟娘回去。那件事，我应了。好，既然新媳妇这么通情达理，那就都出来吧。哟，这赵家今日可真是大手笔啊！这排场，诸位，今日我赵家双喜临门，我儿今日娶亲，我这当娘的心疼她，顺当把挑好的通房也一并添了。往后这宅子里热热闹闹的，才像个过日子的样。甄雪啊，方才你应的是婉娘一个，可我想着这一个也是天，5个也是天，与其日后一个一个的折腾，倒不如今日一并办了，也省得日后你再费神。5个？婆母，您方才可不是这么说的。怎么，你方才可是亲口答应了的？这会儿满堂宾客看着呢，你不会要反悔吧？你既然是个大度的，想必断不会介意多几个妹妹伺候义婿吧？忍住！听凭婆母做主。听见了吗？大娘子都发话了，还不快谢谢你们家大娘子大度？谢大娘子成全。诸位瞧瞧，这个是婉珍，性子最是温顺；这个是秀玉，那是一把操持家务的好手。最难得的是这婉娘，琴棋书画样样精通，比你这样成天在铺子里抛头露面、只会打算盘的，可强出太多了。到底是秀才公家里哪个妾都这么有讲究？会打算盘那是账房干的活儿，这正房夫人若是一股子铜臭气，确实扫兴。说起来，也是我家一谦太出挑了。这城里多少大户人家想把闺女嫁进来，偏偏我家老头子死脑筋，非说当年定得早，断不能悔。不然啊，这赵家的门槛哪轮得到你来跨？您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你不明白？我是说，你能嫁进赵家是高攀了。我们赵家肯认这门亲是仁至义尽，可惜有些人给脸不要脸，非要在这儿拿赚。既是高攀，当初何必定亲？既然赵家如此委屈，退了这门亲事岂不干脆？
反了你了！你还没敬茶改口，就敢在这儿张嘴闭嘴提退亲，刚进门就敢顶撞婆婆，你爹娘平日里就是这么教你规矩的？也是，成天在布房里跟那些糙汉子讨价还价、抛头露面做生意的，能教出什么好货色？满身的铜臭味儿，进了我这秀才门第，真是一点斯文都不懂。赵一谦，你就站在这儿，眼睁睁看着他这么骂我，骂我父母。沈真雪，你就不能少说两句吗？我娘是长辈，就算说话重了点，她也是为了你好。你非要当着这么多人的面闹个没完，闹得大家都难堪才满意。难堪？你觉得是我在闹？你是新媳妇，凡事让着点长辈，不是你应该做的吗？我娘操劳多年，含辛茹苦把我养大不容易，你就不能体谅体谅她老人家？非要在这种大喜的日子，因为这点小事争个高低？瞧瞧，大娘子这脾气，真是让奴家开了眼了。赵一谦，你这种男人根本不配谈感情。你疯了！真雪，你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？这是做什么？嫌丢人丢的不够吗？非要让人全笑话才甘心？娘，您还没看够笑话吗？从进这门起，从那8匹粗布起，咱们就已经是这全城的笑话。亲家，对不住，真的对不住，孩子年纪小，一时气昏了头，不懂事，您千万别往心里去，这全是他的错，回头我一定带回去好好教训。哼，我当是什么书香门第、大家闺秀呢？原来就这点教养，还没喝合卺酒呢，就说一句顶一句，当众给婆家没脸。往后我要是进了这门，我这当婆婆的还敢开口说话吗？怕是得看你沈大娘娘的脸色过活吧。亲家言重了，真雪她真的不是那个意思，她只是心里不是那个意思，那就是我老婆子冤枉她了。她沈真雪是不是整日抛头露面，在布坊里跟男人讨价还价做生意？是不是熬到了24岁还没嫁出去？我们赵家肯在这个时候要她进门，是不是全看在两家老爷辈的交情份上？赵一康，你娘说的这些话，你也是这么想的？你觉得我沈枕月24岁未嫁，进了你赵家的门就是高攀？你低声显，难道光彩吗？你看看这场面，你不嫌丢人，我还嫌丢人呢。丢人？原来在你眼里，我讨要一个公道就是丢人，太可笑了！我居然要嫁给如此懦弱的人。这赵家的门，我不进也罢，爱谁嫁谁嫁。爹娘，女儿不孝，今日让沈家颜面扫地，日后到了底下，祖父若要怪罪，这份罪名我沈枕雪自个儿担着。赵家这种地方，我死都不会再嫁。不让我好过，你们也别想舒服。这所谓的嗜酒情分，今日便断在这儿。你站住！你站住！你这是要做什么？赶快跟我回去给亲家公、亲家母赔罪。娘，回去继续让人家羞辱我们吗？我不回去。真雪呀，你可不能冲动啊！这大喜的日子，这么走出去，名声可就全毁了。全城的百姓明天都会指着咱们沈家的脊梁骨笑话。真雪，你得掂量掂量自己。你今年都20有4了，今天要是跨出这个大门，往后你还想往哪儿嫁？是啊，这名节要是再丢了，你这辈子就彻底完了。二姑母，我只问你们一句：今日我若是把这口气吞了，跨进那个门，往后我在赵家过的是什么日子？这男人家3妻4妾本也寻常，进了门安分守己，总有你的位。6个通房，今日他赵家能不打招呼抬进6个，明日是不是就能抬进16个？到那时，我不同意就是不贤惠，我顶嘴就是忤逆，我便是站着不动，喘口气，在他们眼里都是错。你们口口声声说怕人笑话，难道我忍了，外面那些人就不笑话了吗？他们已经笑话我一整天了，我若是忍了，他们只会躲在背后笑得更响。瞧啊，那个沈家的老姑娘沈枕月，新婚当天婆家当众抬进6个女人，她连个屁都不敢放。可你总不能这辈子都不嫁人了吧？娘，这3年我撑着沈家布庄，见过的人经过的事比这屋里一半的人都多，我一个人也能活得很好。我知道被人指着脊梁骨骂是什么滋味，但那也比跪在赵家让人把脸踩在泥里强100倍。沈真雪，你有完没完？当着这么多长辈的面，你还要闹到什么时候？咱们这么多年的感情，你就因为这点纳妾的小事，非要当众撕破脸？你让我的面子往哪儿摆？小事，6个通房是小事，我沈家的尊严也是小事。赵一谦，
我问你，咱们俩之间到底有没有感情？咱们从小定亲，你写信让我等，我就傻傻等了你3年，最后你家施舍8匹布20两银子就想买我沈家嫡女，我家认了。可今日这事，从头到尾你帮我说过一个字吗？你娘指着我鼻子骂我没家教的时候你在哪儿？你只顾着说我丢人，现在你竟然厚着脸皮跟我谈感情，你的感情就是让我体谅你一辈子吗？算了，一千，快别说了。哎，依我看啊，甄雪今天闹这么一出，哪是为了纳妾的事儿啊？我看八成是外头早就有人了。亲家母，这种话可不能乱说，坏了我女儿的名线。不然呢？好端端一个姑娘，这么急着撕破脸，肯定是早找好下家了，就等着借这个由头闹事，好名正言顺的跑路呢。你们赵家竟无耻到这种地步！沈轸雪，怪不得你底气这么足。赵以前，你连这种话都信？你让我怎么信你？好好的婚事，就为了几个通房，你说翻脸就翻脸。我娘刚提一句你就急成这样，又哭又闹又要退婚，这不是心虚什么？你是怕今晚露了馅儿吧？真是可笑！你要真觉得自己清白，行啊，敢不敢去见官？咱们去县衙，让仵作当众验验，看看到底是不是像你说的那样清白。你要是敢去，我就信你。赵一谦，验我是不是完璧？你竟然能说出这种话！你再说一遍，你刚才想要对我做什么？大嫂，你醒醒啊！娘！作孽呀！沈家大嫂为了这门亲事，这3年撑着不装，赔了多少笑脸，竟落得这么个下场。见官？你说什么？你不是要见官吗？你不是要请仵作验身吗？好，我跟你去。好，算你还有点胆色。哼，既然你认准了要去公堂见真章，那现在就走，免得说我赵家不给你机会自证清白。我是要去见官，但是赵一谦，我要告的可不是什么脏水。你什么意思？我要告你赵家不守婚约，拜堂之日羞辱正妻。我要告你赵家仗势欺人，欺压我沈家孤儿寡母。今日这场纳妾的闹剧，满堂宾客沈赵2家的亲戚全都在场，这就是人证。咱们去公堂上，把今日的事一件一件掰扯清楚。你疯了！这种家丑你竟要捅到公堂上去？家丑，那是你赵家的丑，不是我沈家的。甄雪，娘，别闹了，咱们回家。娘，您先歇会儿，等会儿女儿就风风光光的抬您回家。今日烦请哪位长辈去帮我请个郎中来瞧瞧我娘，再烦请哪位兄弟帮我跑一趟县衙，就说沈家沈轸月要递状子告状。姐，我去。小五，慢点。你当真要去告沈轸雪？你当真敢走出这一步？你毁了咱们2家的脸面吗？轸雪，有话好说，你这又是何必？闹上公堂对你有什么好处？好处？我要的是公道，不是好处。沈氏，你所告何事？细细道来。民女沈轸雪告赵家背信弃义，拜堂当日，赵家无视礼法，临时抬进6名女子，以此逼迫民女退让受辱。民女不从，赵家母子竟在众目睽睽之下泼民女脏水，甚至要求见官自证清白。赵秀才，可有此事？我大人，大人明鉴，这自古以来，妇人家言语口角乃是常事，何须惊动公堂？不过是新媳妇过门，我夫人教导她几句规矩。这沈氏年轻气盛，不懂长辈教诲，便在这儿胡搅蛮缠闹了起来。教导规矩，带着6个女人堵在门口逼我答应也是规矩。至于那自证清白，更是无稽之谈。小儿一谦也是被沈氏气得很了，一时年轻气盛，说了几句气话，怎能当真？大人，这孩子是我看着长大的，打小就惯坏了。他爷去得早，我这做伯父的没教导好，让他闹得沈赵2家颜面扫地，还惊动了大人，真是罪过。赵世伯，
您如今在公堂之上，倒是比在我祖父临位前还要有气派。甄雪，闹够了就回家，别在这丢人现眼，没得辱了你祖父的名声。我祖父要是知道他最信任的沈伯父竟是在今日这般照看沈家，怕是会从底下爬出来找您喝酒。大人，您瞧瞧，这还没进门呢，就敢这么顶撞长辈，简直是无法无天！肃静！沈氏，你若无旁证，此案便只能算作口舌纠纷。你还有何话讲？大人，方才告的是赵家折辱正妻，乱泼脏水，但这只是私事。民女还有一事要告。哦，所告为何？民女要告赵家做假账，贪没沈家巨额钱财，侵吞我沈家血汗钱。大人，3年前赵家联合我沈家合伙做过一笔绸缎生意，当时白纸黑字写得清楚，赵家出本钱，我家出人手和客路，利润对半平分。可事后我家分文未得，赵家给出的说辞是生意亏了，甚至连本钱都折了进去。你这丫头，生意场上盈亏自负，亏了就是亏了，难道还要我们赵家赔本不成？亏了。民女后来私下查访过，那批绸缎出手之时正值南边大旱，丝绸市价连翻了3倍，怎么可能亏本？确实贵得吓人。若是市价正高，却说亏了，这里头的猫腻可就大了。民女请大人明察，赵家当日在账目上是否动过手脚？大人，家中琐事繁杂，老夫哪能件件记得清？再说沈氏不过是一介女流之辈，她懂什么？怕是听了些风言风语，就在公堂上信口开河。我是女流之辈，但我也管了3年布庄，这3年沈家大小账目哪一笔不是过我的手？赵世伯，您记不清，我沈家的账本可是记着呢。大人的衙役就在门外，我沈家的账本也就在外面，大人可随时传唤查验。传沈家账本上堂，取赵家当年绸缎生意往来底册，当堂对账。大人，沈赵两家的往来账目已经查清了。如实禀来。回大人，3年前那批绸缎货，赵家竟做了2本账，这一本是亏本的假账，那是专门做给沈家看的，上头记着连年亏损，分文不剩；而这一本，这才是真账，上头清清楚楚记着，那批货趁着市价高涨卖出，竟赚了整整800两白银。按约定，沈家该分得400两，可实际上沈家连个铜板都没瞧见。赵员外，铁证如山，你还有何辩解？排薄之事已有定论，那今日之事呢？沈氏，你状告赵家拜堂天抬6名女子进门逼迫正妻，此事可有凭证？大人，民妇可以作证，那6个女子是赵家老夫人亲口说的，说是给沈家一个教训。我们那一桌亲眷全听得清清楚楚。大人，草民也听见了，赵母还说，若我姐不答应，就要让她滚回沈家，另娶贤妇。你们沈家人串通一气，满口胡言。休要喧哗！除了沈家内亲，可还有旁证？大人，民妇也听到了。大人，赵家今日的确做得太过了。赵员外、赵孝才、赵门苏氏，尔等还有何话可讲？赵家背信弃义在先，仗势欺人，羞辱沈氏在后。赵员外更是贪心不足，贪没钱财，此乃不义，数罪并罚。本县今日便要清算这笔账。本县判如下：赵家3年前所贪的400两白银，需如数归还沈家。另外，因赵家毁人声誉，额外罚200两白银，作为沈氏赔罪之礼。600两，那是赵家的命根。赵父身为员外，行事不端，重杖30；赵母苏氏不修妇德，欺负弱小，重杖30。赵秀才，念你年轻，且受生母蛊惑，虽有从犯之过，但未及恶手，杖10下，以儆效尤。大人饶命！我没想害他，我只是我不知道啊，大人。我是员外，你们敢动我啊！沈真雪，你这个丧门星，你给我等着！还有姓周的，你断案不公，你们都要遭报应！本案了结，退堂！退堂！真雪，走，咱们回家，别在这儿待着了。娘，终于
完了，完了好，完了干净。瞧瞧这喜字儿，谁能想到这婚事能闹到公堂上去？快走，别惹霉气。甄雪，别看了。娘，我不看。听说了吗？赵家那事儿，这都在城里传疯了。谁不知道啊？昨日县衙公堂大开，我可是亲眼瞧见赵老头被按在那条凳上，那板子响的，隔着半条街都能听见声。那是整整30丈啊！我刚才听赵家的邻居说，赵老头被抬回去的时候，那是直接横着抬进门的。何止啊！我听说赵老头那一身绸缎长衫全给打换了，等请了牢中回去撕内裤子时，疼得他那叫唤声，半座城都听到了。呸！让他做假账，平时看着挺正经的，原来背地里心肠这么黑。嘿嘿，这下好了，这赵家的脸皮怕是也跟着裤子一起撕干净喽。不过说起来，这沈家的姑娘也是厉害的，亲事说不要就不要了，硬是把公婆告到了大牢里，姑往心田头一遭啊！那是赵家欺人太甚，换了谁家闺女受得了？也是，经此一遭，赵家在城里怕是抬不起头了。哎呦，你听听，这都嚎了大半个晚上了，这嗓子居然还没哑。那是挨了实打实的30杖。昨儿个半夜，我打这儿路过，那动静大的，还以为是谁家在杀猪呢，嚎得整条街都不得安生。可不是嘛，我昨晚刚睡下，就被他那一声尖叫给惊醒了。一会儿骂沈家姑娘心狠手辣，一会儿骂周县令断案不公。当初逼人家纳妾的时候多威风啊！现在这老脸算是彻底丢尽了，往后出门谁家还能正眼瞧他？真是丢人丢到了家，这就叫现世报，恶人自有恶人磨。别给我看那些小门小户的，我儿文渊可是25岁的秀才，前途不可限量。虽然那沈氏闹了一场，但我儿底子在，必须得寻个比沈枕穴强100倍的大家闺秀。赵老太太，你也知道，这城里的姑娘一听是您家，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。我这好不容易寻摸到一个哪家的姑娘，几岁了？这位娘子30有2，虽然是个寡妇，但手脚勤快，家底子也厚实。你住口！你诚心来羞辱我是不是？我儿才25，是正经秀才，你让他娶个30多岁的老寡妇，还带俩拖油瓶，你这是瞧不起谁呢？嫌羞辱？行啊，您家秀才公金贵，那您就慢慢挑着，到时候看看还有没有人肯多看他一眼，挑到50岁也使得。东家，外面有人找。谁？是赵家那位秀才公。不见，打烊了，让他走。是。东家，他不肯走，他在咱们门口跪下了。快瞧，这不是那家姓赵的秀才吗？还有脸来呢！当初公堂上挨板子的时候，那威风劲哪儿去了？啊，甄雪，你终于肯见我了。甄雪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是来求你原谅的。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哪怕是看在往日的情分上，咱们这么多年感情，你都忘了吗？就念在往日的份上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哪怕1次也行。赵一谦，你现在跪在这儿，到底是想做什么？我来求你回心转意。是吗？我看你跪在这儿，是想让全城的人看看你有多痴情，还是想让大家看看我沈枕雪有多狠心？不，我没那个意思，我是真心悔过。真心？那我问你，你娘指着我鼻子骂我没教养的时候，你这个有情有义的人在哪儿？你娘逼我自证清白的时候，你在想什么？你让公堂仵作验我清白的时候，你怎么不谈咱们那10几年的感情？我也是一时被气糊涂了。赵一谦，别把自己说的那么委屈。你现在跪在这儿，是因为知道我没错吗？不，你跪在这儿，是因为那6个姑娘都跑了，是因为全城的媒婆都绕着你家走，是因为
现在除了我，再也没人肯嫁进你们赵家那个火坑了，对不对？陈雪，我不是你想的那种人，我心里一直……你是不是？我不在乎。陈雪，沈晨雪，你不能这么狠心啊！咱们10几年的情分啊！看够了没？关门吧。今日累了，早点歇了去。是，东家，我这就上门板。王伯，有话就直说。东家，那赵家公子虽说混账，可到底是打小的情分，您这回真的一点旧情都不念了？念过，但也念完了。瞧瞧这势头，沈家这姑娘当真是个女财神，这1年的功夫就把分号开到城东来了。1年前谁能想到，那时候全城都说她这辈子毁了，谁成想人家这生意越做越大。诸位乡亲，今日沈氏分号开张，新料子进城，进店随看，都有喜礼。来喽，正宗苏杭的绸缎，大家伙儿，里面请。让，劳烦诸位让个道，新到的云缎怒库喽。东家，这开张半个时辰，咱们库里的压箱货可就要见底了。不慌，后头还多着呢。王伯，记着招呼好那些老主顾，别冷落了远道而来的客。东家放心。乔见没？正门口那位就是沈家姑娘，去年在公堂上把婆家告赢了的那位狠人。哪个沈家？这城里姓沈的多了去了。哎呀，忘了，就去年赵家非要在拜堂当天强行抬6个女人进门，结果这姑娘当场穿着嫁衣去告官。哦，记起来了，原来是她呀，真是个烈性子。那后来那赵家怎么样了？早完了，赵老头挨了那30板子，听说伤了筋骨，这会儿走路还得扶墙呢。那个赵老婆子也没好到哪儿去，现在出门都得拿头巾把脸裹得死死的。那赵家那位秀才公呢？他不是自诩才气过人吗？他呀，名声早就臭了大街，哪儿还有正经人家肯把闺女许给他？没人肯嫁喽。东家，今儿个开张大吉，咱们那3挂鞭炮响得可真痛快。我瞧着半城的人都往咱们铺子里挤，往后这城东的生意，怕是都要记在沈家名下了。你倒是比我还上心。那哪能不上心啊？跟着您这样的东家，咱们走在街上腰杆子都直。您是不知道，刚才路过那茶楼，那些碎嘴子还在聊赵秀才现在落魄的连饭都快吃不上了。所以说这人啊，心术得正。当初他们赵家那样欺辱您，谁能想到1年后的光景？东家，那是不是又有人跪着？又是赵一翔，还没闹够吗？东家，瞧着不像是那位赵秀才。林账房。东家，林某回来了。3个月前，你不是说要回老家伺候你母亲的病吗？哎呀，我想起来了，是那位算账最准的林先生。当时东家还给您多支了3个月的工钱当药费呢。林秀才，既然回了城，直接进铺子或是递个拜帖便是，何苦跪在这风口落尖上？东家，林某回来领罪。领罪？3个月前你辞工回家，是我准了的，你何罪之有？我娘上个月走了。节哀。临走前拉着我的手，说这辈子最对不住就是耽搁了我，说我为了守着他那口气，在小城里虚度了光阴。他让我该做什么就去做，不必再被这方寸之地束缚。我就来了。我也知道我不该在这个时候来搅扰东家，更不知道沈家如今还愿不愿意收留我这落魄之人，但我就是想来。想来什么？起来吧。东家，我这儿风大，还没吹够，静文喝杯茶。东家，请等等。对了，我带了我娘亲手腌的酱菜。我娘在时常念叨，说您从前尝过一次她带给我的酱菜，还夸了一句可口。临了前，她特意交代我多装些带来。她说您爱吃这个。那就带进去，正好今晚我也想尝尝。好。
我这半年里里外外观察了个遍，在铺子里管账，账目清清楚楚，对咱们也是体贴入微。最难得的是对你那份真心，那是装不出来的。娘，您这半年盯着人家林丈刚，怕是连人家一天喝几杯水都记下了吧？我这是为了谁？你这丫头也不小了，25了，这搁在别家，孩子都能打酱油了。你要是再这么拖下去，那可真就没人要了。到时候看你上哪儿哭去。娘，您这话说的真有意思。您忘了去年在那赵家门口，您还哭着喊着说我24就没人要了呢。好啊，现在长本事了，敢拿着你娘的话来堵我的嘴了。这林账房踏实可靠，对你又是一片真心，这次婚事可不能委屈了你。过几日我陪你上街，挑几套全新被褥、枕套、幔帐，料子都用咱们布庄最好的云锦。好，全听娘安排。等置办齐床品，再去首饰铺挑几件新头面，风风光光嫁过去，彻底把去年赵家那桩糟事翻篇。你瞧这棉花，软和厚实，做冬被最合适，咱们多备2片。陈雪，真的是你？这些被褥是为你自己准备的，你要嫁人了？是。咱们自幼定亲10几年情分，不过1年光景，你怎能转头就另嫁他人？你就半点不念从前？从前？当年大婚那日，你们赵家是怎么折辱我女儿的？你忘了？如今还好意思提旧情？那日我跪在你布庄门口苦苦求你原谅，你为何不肯给我一次回头机会？你是不是早就盼着与我断开，好另寻高枝？我从未盼着另嫁，是你们赵家亲手断了所有情分。今日置办婚床物典，是因为有人知我冷暖，护我体面。你当年只顾秀才体面，任由家人折辱我时，怎么没想过10几年情分？我当初不过被我娘蛊惑，你却揪着旧事不放，一点情面不留。糊涂2字，担不起你当日所有凉薄。你如今落魄前来纠缠，是城中无一户人家愿将女儿许你，才回头妄想攀附我沈家，寻一处依靠。掌柜，这几床被褥全都包好，我们带走。离我女儿远点儿！赵家的人，我们家永世不想再有牵扯。瞧瞧这昔日风光秀才，如今活脱脱一副乞丐模样，纯属自作自受。大婚当日那般折辱新娘子，还张口就要验清白，换谁能原谅他？沈家姑娘现在布庄开的分度，转眼就要办喜事儿，日子蒸蒸日上喽。他家倒好，公堂判赔600两，赵员外挨30杖瘫在床上，全家在城里抬不起头了。当初是他自己眼睁睁看着未婚妻受委屈，半句公道都不肯说。现在见人家过得好，又凑上来纠缠，脸皮也太厚了。红娘，红娘，大嫂，这亲家那边救了几个同窗，咱们沈家这么大的布庄，开张时半城人都去了，成亲怎么反倒请的这般少？这我也说呢，要不再去给街坊四邻发些帖子？娘不必了，就请几家亲戚和铺子里的兄弟们吃顿热乎饭，挺好的。真雪，娘是想着多请些贵客，把去年赵家丢的那些脸全都给热热闹闹的挣回来。娘，上次那场亲事还不够热闹吗？东家说的对，这日子是过给自己看的。咱们铺子里的人聚在一块儿，那是真交情，不比外头那些看戏的强。真雪，娘不是那个意思，娘只是这次不一样，真的，这次不一样。是娘，这次确实不一样。你这婆娘，大喜的日子你哭个什么劲儿？我这是心里酸，瞧着甄雪这孩子，终于找了个疼人的，我高兴。甄雪，饿不饿？嘿，前头闹得欢，我怕你饿着，偷偷藏了点心带进来。你啊，哪有新娘子在洞房里吃点心的？传出去不让人笑话。旁人笑话随他们去，我只怕你饿。你笑什么？我高兴，真真切切的高兴。新郎官怎么溜了？这酒才刚喝到兴头上，快出来！林秀才，莫不是怕了咱们沈家的酒量？就来。你先歇着，
我出去应付一下，一会儿就回来。去吧，少喝些。甜的。满上！新郎官今日可不能讨酒！别，各位兄弟饶命，我真喝不了。那女还在屋里等着呢。